大家好，野蛮生长勉强开机了。智商直度快人快语的赵丽颖直接甩出了原著的话，看似高深莫测，实则浅显易懂。除了是他的一种心情写照，更是一种提早入戏的感悟。毕竟他手中的剧本恐怕已经被他看了10来回了。作为一位10几年来都习惯拼命的努力艺人，他的时间除了充电就是雕琢。作为一名演员，他的成功跟他的努力一直都是相辅相成、互成正比的。当别人家的眼目只看到和艳羡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时候，却实实在在的无法感同身受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愁烦。特别是出身寒微的他，更加需要付出10倍、100倍于其他85化的努力，才能够一骑绝尘所有的同龄人。因此，他所说的话，特别是经过了长时间沉淀过的话，注定是注入了他大量的感想、情怀和领悟。例如他在野蛮开机的这一天里所写下的“投以裁纸刀，许之生半夏”这10个字。这10个字不仅仅是转述，更是他无数遍精读了剧本之后的一种完全入了戏的内心的独白。特别是这10个字，除了我之前所解释过的一种内在的直白的情绪的发泄，还有更加具体化的小说所赋予的2层相当通俗易懂的表面上的意思。交织爱恨情仇，活的明明白白的小说许半夏，既有真实赵丽颖的影子，反过来真实的赵丽颖其实也会有小说许半夏的影子。所以投以裁纸刀，许之生半夏，这句由大女主赵丽颖直接而且是率先说出来的话，到底它所包含的2层意思，所对应开的2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，也就是即将成为对手戏的欧豪以及暂时性出局的王一博，是不是都在这句话当中都给指代了呢？欢迎您踊跃的对号入座，当一回福尔摩斯。总之，赵丽颖喜欢套用剧本剧情的那种小聪明，我这次还是要给上满分100分。您如果在听完之后也有共鸣的话，不妨在评论区当中打下另外的满分分数，大家都可以集体围观一下，到底玩神秘的赵丽颖最终能拿到几个满分呢？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，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，奇妙的再续佳话，成功的野蛮得奖。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，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、鼓励、支持和示爱，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，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。读懂赵丽颖其实并不难，因为他就喜欢抢先进入角色，然后完完全全的站在了角色的角度发表感想，抒发情怀。所以不明白的人只知道他是在套用了台词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。而明白的人就知道他只是在借用角色的身份，说出了自己内心想说的，却又无法公开挑明的一些心语和心声。这种小聪明，我还是给满分100分。那么投以裁纸刀，许之生半夏，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首先，5星编剧阿奈笔下的这个许半夏真不是个百转千回、心思缠绵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敢想敢做、敢拼敢闯的狠角色。所以他的嘴说他的话，您千万别往深层次去想，想深了就绝对是想多了。堪称半个大男人的他，虽然是个冷面强横的传奇人设，但他同样也渴望着爱情的滋润，也不乏对爱情的向往。所以在许半夏的爱情观当中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、花样的情调。他所喜欢上的人，如果给了他一支玫瑰，他肯定会当成了整棵大树般的宝贵；如果给了他一把裁纸刀的话，他也肯定会当成了一把纯金刀的珍贵了。
因为他实实在在懂得真爱的稀罕和宝贵。所以投以才子刀，许之生半夏，第一层的意思特别的简单，也就是他所爱的人如果给他才子刀做定情的礼物，许半夏肯定会心甘情愿的以身相许自己的下半辈子了。即便众所周知，才子刀本身压根儿就是个实用型的小工具而已，完全没有半点的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，但对于那些渴望爱情、追求爱情的人来说，礼轻情意重，是真实的，是可爱的，是胜过千言万语的。就算是一羽的鸿毛，也可以重于泰山的，因为追爱的人所看重的心意，已经彻底的超越了所有物质上的对比和金钱上的衡量。因此投以才子刀，许之生半夏的最直白的翻译，其实改一个字就行了，那就是投以才子刀，许之许半夏。怎么样？这10个字是不是超级的透彻直白，完全不用经过大脑的复杂的处理呢？那么赵丽颖在野蛮开季的当天有感而发，所套用的这10个字的这层意思，您感觉到底是写给谁的呢？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对应的人物和心目中的答案，看看您的心声是不是和其他人的心声一样，可以产生出会心的一笑呢？那么问题2就来了，投以才子刀，许之生半夏的第2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这第2层的意思虽然依旧非常的简单，但对比问题1还是有点小复杂的，但是也不难。重点是投以才子刀，许之生半夏这最后的3个字，也就是生半夏到底是什么？生半夏可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文学的产物，生半夏是一种全身上下都带毒的毒性的植物。生半夏简称就是大家最近耳熟能详的半夏，它是天南星科的一类植物，花名蝎子草。蝎子草顾名思义，生吃一丁点儿都能马上变得口舌麻木，不能发声，呼吸困难，甚至会麻痹而死。所以大女主之所以被叫做许半夏，并不是为了朗朗上口曲意好听，而是因为它的狠和它的毒。这是一种强烈无比的文学的暗示。所以无论野蛮生长的剧本还是不得网上的原著，都折射出了一种半夏人生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。因为一个琼瑶式的卿卿我我泪水连连的人物，在这种真刀真枪刀刀见血的商战氛围之内，压根儿就无法呼吸，更谈不上生存。许半夏的毒既完美的保护了他自己，也完美的帮助了他杀出了一条又一条的血路，突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围。这就是一种真实带血、残酷无比的现实的写照。因此许半夏绝不是一个一路踩着伪光正的零瑕疵的人物，他的瑕疵甚至有些黑心和黑腐，但这又是他真实的一面和成功的所在。说到这，您大致上也明白了，赵丽颖在这出商战正剧当中，同样是一种形象上的大突破。因为许半夏绝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完美人设，它的复杂、它的狠辣以及它的杀伐，都是一个个小突破之后的大突破。有时候的冷血更是匪夷所思。那么再说回赵丽颖所引用的投以才子刀，许之生半夏那10个字，到底第2层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说到这，其实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变，还是投以和许之的前因后果的叙事结构。生半夏既然是个致命的毒物，那么才子刀也注定不能理解成为小礼物什么的了。
在第二层的意思当中，裁纸刀就是一种非致命可致残的冷兵器了。对于许半夏而言，竞争对手如果向我投扔致残致命的裁纸刀，我注定会回应他致哑致死的生半夏。所谓江湖事，江湖了，这就是许半夏经过了九死一生，最终站在了食物链顶端的生存之道和江湖的法则。所以在第二层的意思当中，投以裁纸刀，许之生半夏这10个字，完全不需要改动一个字，就能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让人了解到整个的具体含义了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，前提就是要事先明白生半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才行。怎么样？这10个字是不是相当的浅显并值得玩味呢？是不是完全不需要经过大脑的过滤和处理呢？那么赵丽颖在野蛮开机的当天有感而发的时候所套用的这10个字的这第二层的意思，您感觉到底又是写给谁的呢？同样，我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对应的人物和心目中的答案，看看您的心声是不是和其他人的心声一样，都想到了一块儿去了呢？早早进入到了角色当中去的赵丽颖，很显然已经可以化身成为了许半夏了。等待她的就是那个诡异莫测、勾心斗角的商战江湖，就是那个人心叵测、处处陷阱的漫长的岁月。她必须要在未来的8个月里，像许半夏一样，一半要活在生半夏的自我保护的壳子里面，一半要活在敢爱敢恨、以心换心的真我的世界当中。野蛮生长已经正式开机了，投以裁纸刀，许之生半夏，这一整场爱恨交织、情绪强烈、亦正亦邪、前途未卜的正剧大戏，您能感觉得到，从开机的那一天起，就有一种无法表述的紧张感，就已经在暗中悄悄地拉满了呢。这一整部大戏，看完容易，看懂很难。就像赵丽颖深藏心意的这10个字，读完容易，读懂很难。如果您无论野蛮的命运如何，都会一直的坚持用爱用心去祝福，也愿意看懂读懂更多背后的故事的话，都欢迎您简单纯粹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+1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一份爱、理解和支持。最后，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，或者衷心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，野蛮拿奖，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、鼓个励、加个油或者喝个彩，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、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多次了，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。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，就是积聚千量财富的，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。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、会为我点亮黑夜，带来惊喜，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，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事情，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，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。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，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。同样，我也欢迎您继续的点赞、鼓励、订阅、转发和支持本频道，因为这里面有爱、有光，也有盐。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。